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臭名昭著，现在这个传说中的颜色革命中枢终于被特朗普及马斯克一锅端了。2025年2月3日，美国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主管埃隆·马斯克发帖称，特朗普总统已经同意关闭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而且是立即关闭，没商量。所有国际开发署员工当天不能够再使用该开发署的各种设备，离开后也不准再次进入开发署大楼。埃隆·马斯克可能意识到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前2天他发文称已经做好了遗嘱，告诉公众万一他出了意外，已经安排好了接班人，到时会按照他的安排接替他的工作。这听起来有点悲壮，有点英勇就义的意思。2024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高达500亿美元，这些钱的去向非常不透明，可能大部分被开发署腐败掉了。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打击美国国际开发署，特朗普和马斯克取消发展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亲信马斯克宣布对人道主义援助进行大规模改革，负责机构也可能被解散。特朗普还向南非发出了威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解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负责人。他说，该机构之前由一群激进的疯子管理，我们会把他们踢出去，然后再做决定。数百名员工被解雇，特朗普已经取消了大部分发展援助款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该机构数百名员工被解雇或休假，数十名管理人员被立即解雇。美国新政府正在考虑解散这个以前独立的机构，该机构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站突然无法访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 X 账号也是如此。该机构的年度预算为430亿美元，负责发展合作和海外援助。马斯克提出了未经证实的指控。特朗普的亲信埃隆·马斯克此前声称，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犯罪组织。马斯克写道，是他死的时候了。他是美国政府的外部顾问，但没有政治职位。在另一篇文章中，马斯克谈到了该机构过去的情况。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由仇恨美国的激进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毒蛇窝。马克思继续声称，美国国际开发署曾使用纳税人的钱资助生物武器研究，包括杀死数百万人的新冠病毒。他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指控。美国前任政府将这些指控与俄罗斯的虚假宣传活动联系起来。包括 CNN 和《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马斯克团队的成员曾试图获取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总部的机密信息。2名高级安全官员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在不久后被释放。特朗普威胁不给南非提供援助。特朗普还宣布，他将取消今后对南非的所有财政援助。南非正在没收土地，对的一些人非常恶劣，美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我们将采取行动。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理社交上写道，应该停止提供援助，直到南非调查出其对特定人群的恶劣待遇，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经过漫长的议会磋商过程后，于1月23日签署了征用法。该法允许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征用土地，法律规定对土地所有者进行补偿，只有在之前的谈判不成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征用。此前，南非在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制度期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卖方出于自愿，买方才能购买土地。在种族隔离时代，也就是1948年到1994年，土地被系统性的按种族不平等的分配，尤其是分配给白人，其影响至今仍在。拉马福萨领导的非国大将征用土地视为减少不平等的工具。美国政府承诺在2024年向南非提供了约3.2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用于卫生部门。马斯克出生在南非。好的，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
美国国际开发署几乎所有员工将被裁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希望限制负责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的工作，现在他几乎要完全停止该机构的工作。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明确批评下，美国发展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解雇了几乎所有员工。该机构在其网站上宣布了这一消息。该措施将于本周末生效，海外员工将在30天内返回美国。唯一的例外是负责关键任务职能、关键领导角色或特别指定计划的员工。特朗普曾多次批评该机构的工作，因此下令将其停职。特朗普说，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由一群激进的疯子管理的。他的亲信、政府顾问埃隆·马斯克称该机构是毒蛇窝，是一群仇恨美国的激进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对全世界的影响，甚至在大规模裁员之前，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就有数千名雇员被解雇。国际开发署是宪法规定的独立机构，代表美国政府管理人道主义援助计划。2023年，乌克兰、埃塞俄比亚和约旦是最大的受援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正计划将该机构并入国务院。据估计，美国政府需要为被解雇的员工支付数百万美元的遣散费和安置费。不过，个别外国雇员和美国官员可以对解雇提起法律诉讼。马斯克尤其希望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着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其目标是从根本上改革美国的行政管理。马斯克尤其将目光瞄准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他声称该机构利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研究，这些武器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些指控没有证据。马斯克还表示，他已与特朗普达成一致，彻底关闭该机构。他最近在 X 平台上写道：“我整个周末都把美国国际开发署扔进碎纸机。”好的，我们接着看看《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读了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语录，然后你就会意识到，这是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你无法想象，如果是在20年前，这样的讽刺也太夸张了。下条评论：如果文章能强调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就更好了。美国国会已经拨付了资金，而且实际上必须在此举30天前通知特朗普打算做什么。可惜这一切对文章作者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如果你关注美国媒体，做功课本不难。此外，应该清楚的是，特朗普这样的举动简直是双手沾满鲜血。人们会死在医院里，因为医院无法获得药品、设备和医生。疫情会在其他地方爆发，因为没有疫苗和其他卫生措施。我们继续往下。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向特朗普解释，发展援助也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因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通常来自他自己的生产。再往下，人道主义援助真是魔鬼的杰作，唯一重要的是让富人的财富最大化。我希望美国公民能够觉醒，把特朗普赶走。下一则，中情局的所有员工都已收到辞职通知，以换取遣散费。联邦调查局也有同样的计划，这看起来像什么？再下一则，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的许多恩惠都是以提供援助为前提的。许多统治者之所以青睐美国，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在援助物资的帮助下得以安宁。许多靠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口粮维持生命的人都对美国有好感。现在会发生什么？人们会死亡，人们会逃离，这些国家将陷入混乱，美国将被削弱。干得好，特朗普！这一切都违反了现行的预算法。下一则。与此同时，人们读到马斯克的部门低于25岁，仿佛他们就是美国的统治者。没过多久，美国这个国家就会变成屎坑第一大国。再下一则。你可以说特朗普的某些行为疯狂或脱离现实，但这种行为正在导致成千上万人的痛苦和无数人的死亡。
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吊着点滴。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仅仅意味着苟延残喘。我不再把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归类为危险的疯子，而是杀人犯和他的党羽。我只能为此哭泣。下一则，2025计划废除自己的国家，还不明白的人应该醒醒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应该真正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然而社会已经完全崩溃，人们懒惰且沉迷于社交媒体，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寡头们的宣传工具。这听起来像一本糟糕的反乌托邦小说，但这就是现实。正在发生的一切仍被剩余的反对派和西方国家严重低估。下一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就是左翼马克思主义，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层就是一群激进的疯子。好吧，这些激进的疯子似乎更集中在被定罪的罪犯周围。任何人如果还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新领导层是多么聪明的人，那么世界上再好的意愿也无济于事。有了特朗普和他的同类，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反乌托邦和危险。他和马斯克的恶行将带来更大的灾难，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世界。下一则，福音派是基督教中的塔利班。好，各位，最后我们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在 X 平台上关于此新闻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端掉腐败的制度，这才是他所传达的真谛。下一则：太棒了，1分钱都不给腐败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国家也不这么做呢？下一则：他们也可以把德国的发展援助也端掉吗？再下一则：没有人比美国国际开发署更懂发展援助了，哈哈哈哈。下一则：这可能是现代世界中最低效、最腐败的将钱装进非政府组织、政客和企业腰包的方式之一。再下一则：我们也绝对需要这样，我们有太多的钱流向了可疑和腐败的项目，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下一则：搞了50年的发展援助，现在情况变得更糟了。下一则：正在端掉什么样的发展援助？是修建秘鲁自行车道的发展援助，还是更像资助中国的性别问题研讨的发展援助，或像我们资助哈马斯那样的恐怖行为？再下一则：发展援助是有组织的腐败，因此必须立即终止。它耗费了我们大量的金钱，助长了世界上的腐败，端掉它吧。下一则：这样做就对了，取消贿赂金。再下一则：看过原帖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反腐，而不是反发展援助。下一则：换换口味，可以写写德国在全世界挥霍了多少金钱。从项目名称来看，这些钱显然不会有任何好处。再下一则：您又在隐瞒重要事实。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是美国国务院的附属机构，它现在从事的工作，过去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亲自干的。下一则：美国优先，左翼红绿党派完蛋了，毫无用处的非政府组织也一样。再下一则：再过一段时间，中国就会填补空白，让我们大吃一惊，然后将只与中国打交道。但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德国只是点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常躺着也中枪啊，没办法，树大招风。好，看下一则。实在太好了，我太喜欢现在美国政治的一切了。好，看最后一条评论。美国的全球政治侏儒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显然，特朗普和马斯克把美国想象成一个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国家，100%自给自足，然后用交易来要挟其他国家。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
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去年某个时候我看到的某自媒体写的一篇文章，好像是中国关于性别认同的研讨会是由某外国机构赞助的，这背后是否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呢？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